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季鹏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汽车广告的修图案例。下面我们进入到实际的操作中。第一步我们要分析 layout。这张图是最终的修图成品，这张图是这张图的 layout。我们可以看到 layout 和最终的修图成品，这之间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和差距。这也说明了修图需要有很多的工作要做。下面我们来逐一讲解。我们要根据 layout 做拼图，做好分层管理。根据这个 layout 分析，这张图分为车、背景建筑、远景、山水这三大部分。我会分3个大层来做这张图，其中的图层顺序是：车在最上面，其次车下面是背景，然后背景下面是远景，这样方便图层的管理，也方便后续整体的修改，也符合画面中物体摆放的逻辑。这里要注意，远景的山水视平线要和车、建筑保持一致。好，第二步，我们做好了素材的拼接，做好了拼图。我们看一下图层。好，第3步要做车背景的路径。什么是路径？路径就是用路径工具，用钢笔工具，把车的重要的结构和材质部分勾勒出来，方便后续的一个调节。比如说钣金、车的整体外轮廓、车的玻璃、灯、轮胎、镀铬等等，把所有不同的材质给它勾勒出来。这是车的部分。我们看背景，背景要把整体的建筑外轮廓勾勒出来，地面勾勒出来，左边建筑、右边建筑、顶部，统统给它用路径勾勒出来。好，这是第3步，做好车和背景的路径。那第4步，修脏修瑕疵。什么是修脏？比如对于远景，我们看，我们注意图层的开关，比如这个多余的雾气修掉了，这个多余的云彩修掉了。那对于背景，我们做哪些修饰？我们看，地面脏的部分，用图章工具给它修掉，包括墙面脏的部分、顶部脏的部分，这就是需要时间和耐心来把它修干净、修匀称。然后车，我们看车做了哪些修脏？我们可以看到玻璃这种比较强的玻璃，包括这个镀铬，包括轮胎，包括轮毂上的一些过于高亮的位置，也包括窗户感觉太过于亮、太过于透的部分，都做了修饰。好，这一步完成。第5步，调整光影和颜色。光影和颜色放在一起说，因为它们是互相影响的。调光有的时候就会影响颜色。这一步比较难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，也是能拉开修图师差距的一步。那我们看对车做了哪些颜色的调整。我们打开图层看，比如说车加了车身的反射 ，logo 的修整，然后曲线让其车整体更油亮、更有质感，画成轮廓。然后颜色背景把车灯的红色调得更红，之前的颜色有些发粉，
这是背景，这是车。然后我们看背景，背景做了哪些调整？图层打开，我们看背景，首先呢做了压暗的处理，然后呢模拟了一个太阳光直射的投影的效果，最终颜色呢让它偏的青色，偏蓝色。这个光影效果之前我做了另一种尝试，后来发现这种尝试不是很好，后来决定用这种。好，再加上车的倒影，车的倒影加上一点点，让其整体的地面更有质感，画面也更丰富。然后我们看远景的调整，远景整体从明度上做了一些大气雾的效果，然后从色彩上也做了一些偏蓝偏青的一些处理，这样让它整体更融合一些。这一步要注意前中后景的空间感，要做出空间感的方式有以下几种：一是通过颜色的对比，二是通过光影的对比，三是画面元素的叠压对比。然后车呢本身呢要修得精致，对于车身的刻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，需要很多细致的练习才能达到。同时呢，也要让车融合于环境背景。咱们可以放大看一下车，再关一下图层，大家感觉一下车的一些修饰。这是最开始的图层，我们一层一层拼接，让它的光感、质感逐渐的出来，然后又对其做了一些局部的修饰，同时又做了很多环境色的处理，曲线层做了很多光感的处理，包括使其局部的质感更加丰富。然后最终呢，我们也会去加一个辉光层，也可以说是爆点。这样的话，让其车整体有一些布灵布灵的感觉，使其钣金的质感更好，钣金的质感更油亮，层次更多。然后呢，最终呢，然后呢，下一步呢是把充电桩加上。充电桩注意充电桩的投影，要注意充电桩。充电桩的投影也要注意充电桩它的一个颜色，以及充电桩的一个束光背光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质感。好，这些所有的做好之后，那这个修图的工作就相当于完成了90%。最后一步呢，我们要把尾灯加上，以及最后把色调统一一下。就是这一层。这一层呢，咱们可以逐渐看一下。尾灯的光照加上，使其车与环境更融合，同时画面色彩感觉也更丰富。最后呢，加上对比，加上整体的色彩统一的统调，这样呢，整体修图就结束了。下面咱们来总结一下：第一步分析 layout， 第二步根据layout 做拼图，并做好分层管理；第三步做好车和背景的路径；第四步修脏修瑕疵；第五步调整光影和颜色；第六最后一步统一调性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修图案例分享。如果您有什么问题，欢迎留言，谢谢。